就说这里它有个瀑布流下来，瀑布流下来以后，哎，这里还有一个这个石头，这个石头倒是我看看哈，说不定的话，哎，这里有点颜色。我们画册上哈，这里是打的点子啊，画的草坪啊，到时候我看看是不是也是可以用这个形式来代替哈。我们直接就可以我看用点字笔还是用它点字笔吧，还是用胶墨。我看看用胶墨做色。我看看哈，调点颜色吧，调点颜色。长到里面。你看，我照样把它给点进去，啊，照样点进去以后，然后这个地方我点的比较怎么样呢？啊，点的比较深一点，哎，这里呢也是点的比较深一点，哎，这个地方我就把它点的怎么样浅一点，你就有光照进去，一定要对着这种光。为什么要画个铅笔印呢？那这个东西，如果你不画铅笔印，我相信啊，谁都画不好啊，谁都画不好。你必须是要有这么一个大的这么一个效果在这里。好，就有这么一点这个草坪，草坪画了以后，那我们这里呢就怎么样呢？就逐步把这个瀑布衬出来。你把你的那个手机给我用一下，我看看这张构图。我看这个瀑布，
哦，好多学员都把这个生命都把它，我这张构图呢，它是有两张这个把它显示出来的哈。因为就是这个构图有可能那个光啊，它是照不进来的啊，有可能光是照不进来的。但是呢，我们没关系啊，这个地方既然有光束能够照到别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画到这里，无所谓。因为我经常写生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哎，我这一段是画到这里哈，下一段又往前走，最后一张一张、一点一点的把它衔接起来，啊，就成一张构图。就一个地方，我有好多的景点组合成一张构图，是吧？这块石头，它到这里啊，它就弯下来了。我这里还有一座桥，这个弯过去啊，这个弯过去的话，你看说到这里，它要有一个桥墩，一般在选择桥墩的时候，它这里山石要突出。这个瀑布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石头啊，这里我们就可以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石头，有冲下来的感觉就可以了。你照样把它拉下来。好，然后还是一样的哈，一定要看好这束光，让它基本上是直的哈。它这个瀑布，你看从这里下来，这个瀑布是到这里的，是吧？
好，到这里千万不要这个瀑布怎么样呢？这个哎又转进来了，那就不舒服哈。我们光照样一样的能够看到。先把它的大概的这种感觉画出来，画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这里在这个再去把这个细节上再处理这个细节。你看，把它画好以后，好，我这里将就刚刚画水的这个颜色。大胆的把它画下来，不要去考虑，这个时候不要考虑这个光，还有把它分开或者怎么样哈。倒是最多就是我在染色，我在烘染的时候，我把它分开就可以了。你看，大胆的把它画下来。好，这个时候再处理一下它的这些细节，感觉到有些石头啊，哎，在这个光里面。因为画到后面的时候你是看不清，这个你就一定要比一下。你比如说我们这么一条那这么一条你要稍微比一下，到时候在做色的时候把这个瀑布也是有光的感觉也是有光的感觉，把它给表现出来，是吧？
好，这些地方大概就这么一个感觉啊。到时候有些地方你觉得衔接的不是太好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点小数啊，加点这些啊，基本上就可以了。你看我们这里几束光啊，就已经把它打进来了。打进来的时候呢，当然还是说了，就说像现在这种啊，都不要它太强烈啊，不要它太强烈的话，这里应该没有光吧？这里怎么亮？还可以再调整一下，哎，你会感觉到这里面隐隐约约又会有这个光，特别是这边缘。好，把下面基本上画好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下来一点点。好，放下来一点点。这顶上这个光，它不一定非要打得很强烈打进来哈，我们就可以怎么办呢？大家注意哈，这边那个30啊，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可以适当的把它表现得细致一点，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刚刚说了，光从左边往右边打，是吧？往右边打的话，那这边就是当光的地方啊。当光的地方的话，这30到时候我都会把它打得比较亮。靠近后边还是让它深一点。今天我们都可以把这个先点一点数点出来。
基本上30是什么墨色？这个30是什么墨色？这里不用怎么说哈，到时候调色的时候可以把它调出这个亮的颜色来。老师，这个30基本上都是用的胶墨，除了中间光线那一条用点子点的那一条是调了色的，其他的颜色都是一样的，都是胶墨。其实大家只要看到老师没说把这个我们开始调色，其他的话都是一样的墨色。哎，我点了几重这个树，点上去以后，哎，这里又有一块，这块石头的话，大家看我在画的时候。哎，是不是很虚啊？这为什么这里要画的很虚呢？那就是我要把这几个树啊，再把它衬出来。好，把它这个山画出来以后，这后面又还有好多的树。大家看我点这个树的时候哈，这些树它都是在山上，从这个山坡上斜着往下长的斜着往下长的。有好多的树，到时候我会在这个里面画一些树干。好，然后呢，这个山上还有好多的树，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个树干这个画出来，一样的用胶墨，非常胶的墨。草皮山石。草坪里的山石纹你用的哪个墨色？你到时候回看的时候去听一下，老师特意讲了调色的。你看，像这个地方基本上我都是画的什么？就是剪影了，基本上就是剪影。为什么呢？因为后面是很强烈的光，是吧？后面是很强烈的光的话，然后我现在这里呢，就不要去把它怎么样，不要去把它画的非常的还很清晰，还怎么样这个地方。
就基本上我们把树叶、树枝把它画出来。画的时候，我一直给大家说，调整树枝就是什么？就是调整树形。当然，我们这在点的时候到时候也是要把它点的要透气，要点的透气。形状上要有变化。它这几只往上的话，我这里就来一只往下的。我画这个树枝也是你看我就不停的画，但是我不停的是在转笔，你才能把这个树枝画的都在风上。好，基本上这个你看这个树的造型这个树的造型基本上都出来了，是吧？都出来以后呢，然后也用点字笔一样的点胶墨，一样的点胶墨。点字笔如果在制作的时候可以点了以后不洗，但是已经很好用的时候点了以后一定要洗这个我已经在制作点字笔的时候每次给大家都说得很清楚。我们点字笔，特别是单支的点字笔买回去以后都会要制作一下这个不会制作的，到时候班上有学员知道怎么制作的发到群里，不知道怎么制作的张老师联系张老师，或者张老师到时候发到群里我们这个包括你们就是看我的公众号上也有专门的点字笔或者毛笔的使用方法。公众号上还有很多的这个免费的课程，包括免费的教学视频还有之前我们很多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刚刚给大家说了，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透气的地方，就是你不要去把这些全部点没了，包括这么一点点都该留，因为到时候我该染的时候一染了以后，这一透气的是非常明显的。我有些点子点的比较大点，有些点的比较虚一点。你看我这后面这个点子稍微虚一点，但这些点子呢就点的，包括这些点子就点的比较重一点
点的比较重一点的墨块就比较大一点，它出来的整个效果啊，哎，它就有变化，有虚实变化。像这种山石啊，像这种山上突然山顶有好多的树啊，这种情况非常多啊，非常多哈。你看出来以后，它这里很自然的就把它衔接好了。啊，这个形状就出来了，自走山的形状出来以后，我们看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把这个树，我们把这个树啊，这个树感把它画出来，哎，怎么下了？做的话手稳一点，纸很薄，特别是边缘如果是湿的话哈，稍微不注意就会把它给弄坏了。好，差不多这个角度可以。这些大家就是看我画画哈，一定要注意。你看我在画的时候，该粗犷的地方啊，那你就会看到真的是大胆下笔，是不是啊？哎，但是该细致的地方啊，就是要做到细心收拾，这样子才能够很好的哎把这个画面让它看到更舒服。如果你都是粗犷，或者都是很细腻，都不行哈，一定是要做到有虚实变化。我们画画就是在处理各种关系，包括在制造各种矛盾。好多学员就说了，哎，画画还需要制造矛盾吗？那肯定了。那我们画画要制造出虚与实的协调，是吧？经常我跟你说，哎，画山石这块要实，那块要虚，是吧？虚与实的协调。还要做到什么？就是明与暗的协调。你把各种关系都处理好了以后，那你就画面上就非常舒服了。你看这个就要注意一下，我们特别是看看啊，我该怎么处理？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比方说就这块山石，哎，这块树，我可以把它，你看作为一棵树，是吧？也可以把它画出来后，把它们俩做成一棵树，根据情况。现在有可能我就会把它们俩画成一棵树。好，然后你要怎么样能够让它们成一棵树呢？我这里画完以后，这里把它一衬，这就出来了。它们两个都是往上的，那这一颗呢，我就直接就怎么样，就往下。你看我们在画树枝的时候啊，第一，这个笔缘是非常细的，是我们这个5支毛笔里面很关键的一支毛笔，
小狼毫，小狼毫在这个画面上哈，大家可能觉得，哎，这支笔很小嘛，就跟点字笔一样的，很小，很怎么样哈？但是这支笔用途是非常广的。我不知道你们除了拿来画树，大家还拿来干什么？你看我这里哈，除了画树、画房子，对吧？画人物、画桥，然后写字、画鸟，几乎都能画，包括用秃了以后画瀑布，画后面的这个后面的各种淡树啊，这种细节的方面的东西，这些都能用。它收风也是收得很好，写小楷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你包括画了以后，哎，我要撑它一下，把这个笔啊，你看把这个树，你看画完了以后，这些树都是非常漂亮，是吧？都是非常漂亮。但是你看，我这个哈，画过是这样子的，没有画过的地方，大家看，它就明显感觉到就还没有层次感，还没有层次感。这里要想办法，也是你要去想，哎，这几棵树啊。它的怎么去区分出来这几个树？想一想啊，首先第一棵，这棵树肯定是没有问题。这个树它是吧？这就是一棵树。好，然后这算是一丛树吧。把它画完以后，好，然后最关键就是整形的这一步。如果不整形，大家看这个树与树之间的感觉都没有分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该亮的地方还不够亮，哎，该暗的地方还不够暗。我现在就要把它的树的形状压一下。好，再看这丛树是不是就非常的厚重了？就非常的厚重。我们把这个画了以后呢，有些地方我们可以用点字笔把它点一下。你比方说像这些地方啊，它光有线条，
是吧？光有线条，现在还觉得线条与线条之间它还比较生硬，这个时候就用什么？就用点字笔。就用点字笔，我们拿来在这个边缘上啊，它一方面这个点字笔可以代表是山上的植被，哎，另外一方面它就是块面和线条的衔接。你看这么稍微点一下。稍微点一下后，你会觉得一下子，哎，感觉到它们就衔接好了。好，现在这个是一个是这边，一个这边，另外一边呢就是这边都需要点。都是非常焦的墨啊，都是非常焦的墨。这边来站起来一下。点的点子一定是要比本身这个墨要深。如果这个墨已经就是最深的了，焦墨了，那它至少就是焦墨啊。这样子，他们点的点子，它才能够干什么呢？很好的，你看和这个融为一体。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点子啊，你不要去都点，你该留的量，该留量的地方一定要留量啊。像边缘这些地方啊，就不要它流量了啊，基本上该点就点了。包括靠近边缘的这个石头，这个量也不要它太流了。好，这样子的话，大家再看，你看，包括这下面，好，大家再看我这个石头的话，就感觉到，哎，它这一块最亮，这一块比这一块呢要稍微差一点，哎，这一块就只有一点点亮了，就出现了什么？逐步过渡的一种感觉。如果没有这些点子，就太亮，就亮到一起了，这种感觉上就会让这个画面就没有这么厚重了。今天我们其实画了这么多哈，都是为我们的主角它都是配角。今天画的都是配角啊，真正的是什么时候呢？下周我们再上课的时候，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主角的话，一般都是要压轴登场。下周我们把光影画了以后，然后再配上这个光影，再做色的话，把这些树啊，把它提得很亮啊，这个效果就会非常的好。好，你看我们下面的就干脆就蹲下来画了，蹲下来点，这个边缘都不要它太流亮
像这些深的地方都把它点了。你包括这个有光的地方，不要怕，大胆的把它点下去。这里啊，到时候其实就是隐隐约约，你会感觉到它有点光，它不能这么强烈，不能从头到尾都这么强烈啊。到时候你只是像我现在画这个地方，都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会有点光。终于把这个笔用完。哎呀，今天我们这个还是给大家说了哈，其实已经画了很多了啊，这3个小时是真的是满打满算啊，画了很多了。但是真正要考验我的不是这些，其实这里已经有点考验了哈。真正要考验的就是后面这个光束，后面的光束倒是这里还有山。啊，我图片上这个山倒是非常深，那因为什么？它没有光。但是我们要画的时候，不能把这个山画的这么深，这个山会亮一点，在这个画的过程的时候呢，哎，它会怎么样呢？就把这个光流出来以后，然后在做色的时候，到时候包括这些地方都有可能会加一些树啊，这些哈，会加一些树，然后跟它两个逐步过渡啊，衔接，最后形成非常丰富的那种感觉啊。同学们啊，时间过得很快哈，今天我们又到时间了哈，又到时间。基本上呢，我开始第1个小时以后，我就在考虑，今天我们要画到一步什么的哪个位置啊，我才能够在下周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任务。如果是到不了这一步的话哈，那下周我要花很多时间，肯定要给大家补1个小时的课，都说不清楚。哎，今天画到这里来了，那基本上呢就算是圆满完成任务了哈，圆满完成任务。我们就期待下周把这张这个光的画法让它非常完美的让它给画出来哈。好，同学们再见哈，再见。